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今天邀请到这位嘉宾，茶叔对他很熟悉了啦，因为茶叔自己的频道有这个直播课有聊天嘛。这位嘉宾呢上过我2次的聊天课，我对他的底细了如指掌，才2次，难道你比我更熟吗？我已经跟文斌至少聊天聊了30个小时了吧？我觉得。他有上过你30的个小时私教课，对啊，因为文斌跟我们有上这个1对1的私教课，但是其实文斌就是跟我们3位大叔中最有缘分的一个是蔡叔。什么？哦，对，怎么会如此？我咋完全蒙在鼓里？这个让文斌自己说。文斌为什么？文斌，你先自我介绍，然后你再介绍一下，告诉我们为什么灿叔对你很重要。对，好的，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叔们邀请我参加你们的播客，我是陈文斌，陈是郴州的陈，文斌是文质彬彬的文斌，然后英语名字叫 Will，我来自美国华盛顿州。那这个今天邀请文斌来，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因为文斌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就是直入主题，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我之前跟文斌聊过啦，所以我知道，不是一眼就看出不一样。看文斌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会误会，觉得应该是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这个华人家庭聊着中文长大的。对，但文斌其实是零基础啊，他的中文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没有说就是父母有跟他讲中文的家里的环境，对，没有啊，对，就是这。那为什么我是很吃惊的？说实话，因为你俩都知道点文斌的底细，对，因为我觉得文斌的发音很中国化呀。对，对吧？是吗？对，真的，就是这点大家会误会的，我觉得这点会让大家误会很大，因为文斌其实文斌你自己讲好了，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因为观众对你不了解，你从小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到了哪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段过程我觉得大家听了会觉得说，其实文斌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对，文斌你说。对，很复杂的故事。我每次认识新的中国人，感觉我都得先把我的人生故事都说一遍，然后才能聊，就是开始聊别的话题。其实我出生在中国，在湖南省，然后1岁的时候被收养，所以在美国长大。对，所以除了你好、谢谢，还有我的中文名字，我父母一句话中文也不会说。所以文斌，你是在湖南，然后是被亲生父母弃养，是不是？还是我不知道，什么细节都不知道。对，你都因为那时候你才1岁2岁而已，对不对？对，然后有一对美国父母决定收养你，就把你从中国带到美国去，对不对？对。好，所以这个一些文件什么的也没有办法去查谁是亲生父母，没有文件，对，应该是对，应该是什么？不知道算是抛弃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对，那个年代比较多，说实话，那个年代比较多。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福利院生活，对，OK。然后呢？然后有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美国了。对，因为那么小，就一般孩子3岁之后才会有记忆，前面基本上记不住什么东西。对，所以完全没有在中国生活的回忆，但是我一直就是有点好奇，就是不知道那个经历对我现在学中文的这个过程有什么影响？因为那么小的孩子还是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一直在听，然后一直在就是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这个语言的环境，
但是我不能说我的我的口音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因为那我1就是岁的时候没有办法太小知道。了吧？这个对，对，但是1岁的时候，有些孩子，有是婴儿嗯已已经经会说一开始说点点了，话了。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些对历史或不是历史，一些语言的天赋或天分会慢慢进入到他的潜意识里吧，或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有可因为能。孩子从小到大就是出生之后，一般情况下家人呢都会不断和他说话，他是沉浸在这个对语言环境里的，那肯定是有些对多少有我些影响，觉得应该我觉得，是有的。对，对，好，那文斌，你有意识以来，其实你就是在美国生活了，对不对？对对，那然后那那我的嗯就是我收养我的父母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就没有其他的人。对对对，OK，那你从你有意识以来哦，就是你在美国生活嘛，那因为你父母是美国人，他们曾经有让你想要学中文嘛？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啊，他们或许觉得你中国的那一段，他们认为不重要或重要，我不晓得。你父母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教育你？你的根，呃，对，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一直知道我被收养了，因为就基本上很哦，明显，对不长得对？不一样，这个长相对对对长相可以看对出来，不对对，一样。这个会长得很给你造成不一样。困扰吗？这个对，在你会觉成长的得你跟你过程中，爸妈怎么不一样，会有这种感觉吗？没有，就是我会感觉如果我看就是我的朋友啊或者同学，他们可能长得跟父母一模一样，然后我会感觉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没有那我不个。一样。对，我身边的家人都长得跟我不一样，所以不会感到很困扰，就是我会呃看别人觉得很的时候，特别，对对，很有意思，对。然后你父母父母一开始是怎么教育你的？他们会让你接对对对。受中国的文化或因为他们完学中文，全不不会中是？文，可能也不，对啊，我不知道他们了不了解中国文化，所以他们有在刻意的去培养你这方面吗？会，但是不会强迫我去。你说就是你必须要去了解你的就是文化背景什么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就是让我去学习这些东西，强迫不是个很好的方对，法，因为就是肯定会导致这个孩子会就永远对排斥，永远讨厌。叛逆，对对，对对。但是你有提到你其实7岁的时候就去华人学校学中这文，对不对？我是先跟那个中文老师，就好，上私教课，然后，他教我可能，呃，这个是我，应该是1、2年吧，然后他要搬家，所以没有办法继续给我上课，所以我的老师建议我妈送我去中文学校，这个学校，华人学校，对，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海外中国家长会送孩子去上的那种学校，就是每周六上课，然后有作业，然后考试，这都有，所以我会读写，但是上了1年之后就开始不太喜欢中文了，所主要是你以就跟他们有一些差距吧，毕竟他们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对可以大部分我的聊天，同学，对大部分班里都是华的同学人家庭。都是华人家庭，然后那基本上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全华人的环境里，然后就是不太习惯，还有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这个我和别的华人的差距。因为他们对口语已经很流利了，对吧？就是对，因为用中所以文交流没问题。对，所以有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作业的时候，
我会听不懂，所以我得问坐这个旁边的同学，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因为我都听不懂，对啊，所以他会告诉我，所以我会，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差异。对，会有挫败感吗？我是觉得这种上课的话，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学中文了吗？你就把中文已经放下了吗？对对，应该是大概10岁的时候，啊、我觉得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还有其他的理由，就是呃快要开始上初中了，所以对，那个时候这个正常的学校就越来越重要，然后对呃对，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感兴趣了，对。不感兴趣了。正常。其实正常很多，我觉得很多这个年纪了啊，比如说7岁、8岁到10岁左右，在文彬这样的环境底下的小孩子，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大部分都对中文没有办法产生兴趣。一方面也是用不到，可能他在美国说的都是英文，他也觉得不重要啊。有时候课业压力大了，那他就更没有兴趣了。OK。那文彬，那个时候你对中文没有兴趣了，然后一直到大学，对不对？那你这段时间的认同感会不会有一些让自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时候有这种感觉吗？会不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啦，应该还不会想到说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吧？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才对，对不对？会，其实有时候因为当然我知道我不是中国人，就是嗯100%不是中国人，然嗯哼，后我知道我所有的认知，呃所有的体验都是在中国，在美在美国，国，美国，对，所以我知道这是这嗯就是我的情况，就没有其他的。对，但是我还是嗯就一直感觉你是在中间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跟你身边的人、身边的美国人有一点点的，就是嗯不同，差距，然后对，也意识到这个跟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这个差别，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很难，就是到底是哪里人，或者嗯有的时候会感觉呃，我就是自己的人，就是属于自己的人，没有。没有国籍的这个限制，对吧？对对，或者就是我可以自己定义我想做嗯，就是自己定义哪种人，自己，对。对，其实我对文彬最好奇的就是你在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诶，我对中国这个国家或中国人感兴趣了，然后继而引发了你对中文的兴趣，这个点到底是什么？哪个点？很难说吧，嗯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原因，就嗯是我觉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会被就是教室鼓励去就对，是探索不一样追寻、的不一样探索的自我，角度，对，对，不一样的观点，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开始看别的内容在网上或者社交媒体新闻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对就是中美关系特别关注，然后啊，这个可能也启发了我的对中国的好奇，因为有的时候会看一些比较负面的信息，然后就是我到那个时候还没去过中国，基本上因为我在中国的那么小的时候，所以没有啊、没有回忆，没有任何概念，就是中国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只想就是通过这门语言去了解
不要依靠别人告诉我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不要依靠别人，就是别人的观点对了，确实，对，很重要，就是而且现在很多人的观点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不对？媒体告诉你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对，就文彬就想说，不如自己来学习中文，来更了解中美关系或中国这个国家。对，还有历史，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对，就中国的历史吗？对对。哦，难怪你会发现我的频道。等一下，对。不过我对文彬倒有除了这个个人，还有这些关于中国等等这一点，我对他很好奇的一点。其实我在听他说话的时候，发现不止发音很准确，用词也很准确。其实我是觉得你到底是，因为你前面说了一开始听我的视频的时候只懂30%，那后面这些词汇啊等等是如何积累到现在这个程度的？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去学习？这点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首先多亏了笨老师的打一波广告，打广告，没有，大家要订课，请看下面链接。没有，文彬来我这边上课之前就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我只是帮他再进一步。但是好谦虚哦，太谦虚了，甭谦虚了，甭谦虚了。但是文彬他好像之前有提过，就是刚好我们3个人的频道不是我们3个人的就是大叔这个频道、灿叔的频道和这个茶叔的频道，就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茶叔的频道算是级别稍微低一点点，中低，然后过渡到大叔，再从大叔过渡到灿叔的这个频道，就刚好这个难度是。灿叔的频道有这么难吗？我的频道有这么难吗？这么难吗？是这样吗，文彬？应该是吧，应该是。我现在已经降级了，我以前很难。所以文彬就没有看过别的频道。我有啊，还有我看过你的频道。我知道，开玩笑，那文彬，你自己有没有自己学习中文的一套方法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因为的确你的发音，我觉得特别声调是很准确的还用词这么准确，用词，所以你是怎么样去学习中文达到这样的水平？现在我感觉我的学习，就是日常生活的学习不是特别认真，就是看视频吧，文彬是不是？对，现在非常非常的随性，就是不太会，除了我还是会做那个 Anki 的闪卡，但是我不会做那个 sentence writing 那个其他人会做的那种句子挖框的这个方法，就是看对吗？你看的时候对，主要的是看，对。对，我再问一下吧，我再插一个问题，那你在遇见笨叔之前，你是怎么学习的？不管现在你随不随性，之前有没有系统性的一些学习的方法？对，遇到我之后是非常系统性的，你知道吗？我每节课都会。文彬遇到笨叔才随性掉了，对不对？对，就是这样。不是，就是主要是看视频吧，然后你怎么看的呢？你看的你看完视频有做笔记还是怎么样吗？不会，我太懒了。我开始看你们的播客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用这个双语字幕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应该只能听懂50%左右，主要是词汇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只看中文字幕的话，我能看懂比我能听懂多很多，所以从我发现那个之后，我就决定要把英语字幕关掉，因为不想依靠母语去学习，然后就重复看很多次，然后其实文彬他那个汉字的基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他小时候上那个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对，因为他看我们视频的时候，虽然他
看不完全可能不能完全听懂，但是他可以读中文字幕，对帮他把不理解的部分通过这个汉字能帮他很快的补充一下，对吧？对就是你对，能马上我明白这感觉汉个点。字都非常非常有逻辑性的，嗯因为就是我感觉很多中文学习者，会忽视一点，就是对呃偏旁部首，还有就是了解就是80%左右的汉字都是形声字嘛，嗯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可以很容易对学会很多汉字，就嗯像中国小孩子会学的，在语文课的，所以在语文课里，就是这个逻辑，我感觉很多外国学习者可能就忽略了，完全不知道，就觉得对哦，这个是古人就是闭上眼睛，然后随便乱画出来的创作的，的符对号号，对对嗯对对对，就对是没有其他的对逻辑。我上中文学校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就有点讨厌，但是现在我就感谢那非常段经历，感谢我的中文老师，因为已经打好这个基础，已经哦已经能对了解你这的个汉字啊、发音的这方面。基础，我觉得那个时候老师都打得而且年纪不错。小的时候对这些奠定下来接受的会比较快一点，吸收比较嗯好。对对我明白对，了，尤其嗯，是发音，我觉得，因为发音，对对嗯，你的老对，因师当时为我老师应该是个北方人嘛，我觉得一点南方口音没有。对对，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地嗯理不太好，所以嗯而且我好像那个时候还没学到这个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口音的不同，差别，对对，对，对，所以这但是后来个我发现，就是有些我口音里的方面，就是有点像这个北方的对口音。北方就是口音，纯北方口音，你不是一个南方的口音。对对，所以这个从文斌的例子，我们发现学中文小时候打的基础蛮重要的哦。嗯然后你其实不止文斌，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采访一些学中文的嘉宾哦，嗯他们也没有一个特殊的方法。有的人就说我就是一直看大树中文，一直看什么什么的视频，好像他们自然而然就能够让中文的水平提高。所以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的方法也都不太一样。好，那这个文斌，其实我知道你最近有去中国旅游，对不对？哦那而且对你的想法好像产生了很多变化哦，所以这边想请你聊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我想先问你，你怎么会突然的，怎么样的动机下会想要去？因为你之前都没有去哦。那对对，个时候这是怎么样？我第一第一次去中次会有这样的国旅游。对，动机，突然就想去中国一趟，而且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一趟旅行，因为你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去了很多地方，是不是？文斌？对，不多，我觉得我去了北京、西安、成都、张家界，然后上海，很多，也不少啊很多。而当且没初当初不少不多自由不少不行多。啊，不是旅行对团，是自由行。啊，对，然后就是我是一个当初人去的。对，一个人去，当初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我要去看一看。其实我一直想回去中国，因为就是要踏上出生地嘛，就是对感觉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使命感嘛。但是嗯对对，但是我小的时候特别我不怕飞机，但是我怕就是尝试新的事情，哦，你小时候怕尝试对新的事情，OK，对，而且特别不喜欢就是人多的地方，所以我爸妈就知道肯定不要带这个孩子去中国旅游，因为就是这个胆小嘛中国孩子会人特别多对人特别多啊，对对对，就会崩溃的这个状态，所以对，就是应该是我去年开始考虑去中国旅游，因为文斌是今年4月，其实刚回来不久，哦但是他提前1年对就开始准备
他去年就告诉我他要去了。对，对啊应该是去年在这个时间对。你为什么要准备那么久？你都准备了什么？就是嗯，多做研究，然后给自己就是充足时间去把我的做攻略中文水平，对，啊，啊，还有中文水平提做攻略，对高是吗？还有，嗯对，就是我知道到了中国之后，肯定要就只有中文，就是能够帮我跟别人聊天沟通啊，所以因为一看我的脸就不会开不会跟你说始跟我英语的讲一定用中文跟你聊对天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甚至直接用方言和你说话。对对。所以你在中国的时候，有很多人用中文跟你交流吗？或者你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吗？对，感觉每次跟别人说话都是中文，除了我碰到一个西班牙人，然后他要我帮他拍照，所以我们是用英语的，但是嗯其他人都是用中文的，对。但你跟我说，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中文的聊天儿，都是靠阅读。我记得你当时说的，就是对对，聊的比较少，是大部不是？分的时候都是靠阅读，因为嗯基本上在中国你不需要跟别人说话，因为社会呃都已经电子化了那都电可以用子化，这对，个二维，电子化就是扫二维码就可以了，就没有对，所以以前根本那个学的什么餐厅用语啊，或者在商店买东西啊，都不需要和人沟通了。对。对，有一你在点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阅读，然后第二最重要的是听力，因为虽然我不需要说很多，但是我要还是得听很多。听懂就是别人在说什么对，所以对，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就根本不需要说很多，OK 基本上都是不用了，谢谢，然后就是这边吃一位之类的，就不是那种很简单，互动的交流，够用了对就是对，非常这种非常指示简单的，型的，对吧？对。OK，那文斌，你其实去了不少城市哦，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城市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呢？让你最震撼的对，地方，或者最震撼的应该是，应该是长城或者张家界。张家界，你坐那个电梯了吗？张很高，那个坐了哈。对，就张家但是界的那我个电梯感觉有点无聊，因为它就是就是外面的风景不是虽然好看，就是不是不是真实的，是吗？对不是就有真实的，玻璃，还不如在玻璃其他的后面可能没有那啊，么明白你的意思。清晰，对，对，还有就是电梯里面都非常非常拥挤，所以那倒也都是人那倒是对很多都是不太这样的享受。你应该最后一个进去，你就可以看外面风景。不是你得第一人进去，因为那个玻璃是在前面的，对所以大家你才都冲进能够看去是吗？到风景。对，因为大家都看小红书了，就看哪个位置对这个攻略什么时候进去看是最好的啊。那对对，文斌，我对你有一点很好奇，就是你来中国之前肯定会有期待嘛，对不对？对，肯定是有自己对对中国的一个想象，对不对？而且你当然也了解了一些信息。那来到中国之后，你是和自己期待差不多，还是有些出入，或者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可以？对，差不多，因为我看过那么多视频，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文化冲击之类的。都准备了1年了，看了都太多了。该看都看了。对，准备了一辈子，对，准备一辈子。对，怎么样都应该有一点反差吧，就是这到现实里头不适应对啊的事情。最不适应的应该是交通方面的东西，因为就是怎么说过马路的时候就感到有点可怕，因为那么多车，然后
那么多就是那个电动车电动车然后很多地方很多送快递那个特别的，对外卖啊、外卖员啊、对快递他们不员那个会在乎红绿灯的，电动车他们要赶对时间，对，确实是。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会走所以人行道。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后面那个电动车开过来，你都意识不到，因为声音太小了，然后是的开的又蛮快对的。对，是的，这个确实是。对，我在西安的时候，嗯我在等这个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声音就，哎，哥们儿，让一下，因为我在等着这个嗯那个人行道，对，你能反应过呃来吗？突然就是被人这么吼是的，一下是的，啊对，啊，然后我说，那还好。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文斌，你确实去的最是这样，小众的地方是哪儿？你这次旅行中有没有去呃，挑一个不太有名的地方逛逛？其实人嗯，最少的地方应该是我在商场迷路了2次，在北京商场迷路了，然后嗯，又在上海商场里面迷路了，嗯，对，对太对，找不大了嘛，迷到上楼路了。下楼的电梯。对，对对，在上海的时候，是半夜的时候，嗯因为就是我吃午饭吃的比较晚，所以嗯呃晚饭的时候，晚餐的时候就呃不饿，所以等到了就晚上11点才决定要在商出去场迷路。吃火锅，所十点以我火锅店还有对的，对对。对吧？对，对对，然后我在百度地图上看到了，就是海底捞还在营业，所以我嗯就去了一趟，然后发现这家海底捞它在一家商场里面，但是这个商场已经关门了，关门了。关门了，对对，你要找那所以种侧门儿之类的，有专门的对对通道。对，有点恐惧，说实话，因为就嗯是里面的里面灯已全黑了经关了，啊。没有保安来对抓你。有点嗯，恐惧片对，的那种感觉，对，恐怖片的感觉。最后，我想跟文斌聊聊你的父母哦，因为嗯我之前跟文斌聊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文斌的父母很伟大哦，就是他收养了文斌，带到美国生活，还希望文斌能够学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历史文化，他都对啊，全力的去支持他，对不对？文斌，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嗯对，然后你的成长嗯过程中，他们给了你什么样的帮助？就是很正常的父母吧，就嗯是会一直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嗯呃，当然还是有时候会给我有点儿压力，就是想要期就是待啊，对，就是他们的期待，然后但是我感觉他们就是都很正常的美国人父母，就是会多去鼓励我去嗯探索我的这方面，这个身份认同，然后也会给我很多机会去跟就是这边的中国人、这边的华人接触，所以比如会带我去中餐馆，跟这个服务哦员说中文，然嗯后这个服务员可能当然一看我嗯的家人就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所以会多照顾我一下，说可能嗯，送我蛋挞什么的，所以都特别喜欢那种情嗯况。就是我听了文斌的例子哦，其实我自己也有学生是美国人，嗯应该是华裔美国人，他曾经到台湾来跟我碰面，他说他来台湾的目的就是要来领养孩子，哦所以他在台湾领养了一个原住民小孩，大概才7岁而已，然后顺便来跟我见面。他就说他希望他已经有2个女儿了，他还要再领养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欧美国家的父母真的这方面很伟大。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亚洲的父母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比较不会去领养自己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啊，所以这点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我认识的这个华裔美国人这个学生，他回到美国之后到现在，哇，已经2-3年过去了，这个孩子一样是很健全的成长，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养小孩嘛，有什么？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是第一个养不是自己亲生的，第二个就是你让他要这么健全的成长，还要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本来的文化，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所以我会觉得文彬的父母特别了不起，特别伟大。对，因为可能一般父母不一定做得到。文彬，今天很高兴采访你哦。最后一个问题，你后面有几个吉他还是贝斯？我不晓得。那是你的爱好吗？是吉他。吉他，你的爱好是音乐吗？对，我喜欢音乐，然后后面也有一架钢琴，是电子钢琴。所以你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还是你根本就是一位音乐家？我挺喜欢音乐的，但是好久没有弹过，因为我空闲时间都花在中文上面。中文占据了他所有时间。都是学中文人的错。OK， 对，不是，就是我是3岁开始学钢琴的，然后钢琴应该11岁就开始学吉他对，那学挺久了都，厉害，确实，刚刚文彬说你问我什么问题都可以，就是不要叫我唱歌。我本来想说唱个歌也不错。我会唱中文歌。那你要唱歌吗？那你要唱歌吗？不要不要了啊！好了，不为难文彬啊，不为难文彬。好，那我觉得最后就是说，我觉得文彬这样的例子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你看文彬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跟正常人一样，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面，都有他要面对的难题。还有这个要面对的挑战文彬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文彬很棒，他想要去了解自己的根源在哪里，然后借着去中国旅游，我发现就是他可能觉得第一个中文更重要了第二个他发现了可能不同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试试看，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发掘不一样的世界。甚至你像文彬一样，你的根源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你去那个地方走一走，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以前都不是这么了解自己好的，这个追寻自己真的是一辈子的话题了像我们3位大叔现在都7老80了，还在追寻自己。天哪，我们还在追寻自己。我觉得人生真的是有无限可能。所以这里也祝福文彬，你还年轻，真的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探索，你会发现自己哇，原来这么好，这么厉害。好，那今天谢谢文彬啦，参加我们的节目那谢谢，有机会再邀请你来你下次去完中国再去一次再来跟我们分享。对，好的，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我们跟观众们说再见，拜拜，拜拜。